我出生就是一具最底层的骷髅，刻在灵魂深处的职责便是在这号称亡灵圣地的安息之城里种地。但千年的时光过去，整个城市的其他亡灵全部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我狗活了下来。曾经的我，你爱答不理；现在的我，你高低的叫我一声重点老祖。然而，正当我为今年的丰收而喜悦之际，我的嗅觉告诉我，有偷盗者的气息正在靠近。这对我终生从事种地的骷髅来说，绝对不允许。臭僵尸，死僵尸，竟敢趁我不注意拔我的羽毛！我看你往哪跑！安息之城难道是妈妈曾说过的我们亡灵一族的王所住的地方？哇！果然，骷髅都是没有尊严的垃圾，竟然钻狗洞！哼！但你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本小姐了？安息之城，传说中的亡灵圣城。哼！本小姐可是高贵的天使，他们的王见了我得俯首称臣才对。不过如此。卑贱的僵尸，你还给我藏起来了是吧？好，本小姐把这全烧了，看你怎么藏。烫烫烫！敢拔本小姐的羽毛，那我就烧死你好了。住手！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种地，却不想总有煞，想要破坏我的农田，忍不了也不能忍。这是你做的？又来一个卑贱的骷髅，怎么见了本小姐不下跪？你是也想被烧吗？我说我的农田是不是你烧的？你凶什么凶？不就是破粮食吗？我想烧多少就烧多少，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可告诉你，本小姐乃是光明教会的。我糟蹋粮食就不可饶恕！你这卑贱的东西，竟敢打我！看我不把你宰了，然后把这麦田都烧光！都烧光？你再找死！好强的魔法！哎，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毁了我的小麦，那么接下来的3年，你就做稻草人还债。放心，时间一到，我自会让你离开。死骷髅，你放开我！要是让光明教会的人知道，一定踏平你这安息之城。滚一边而去！请问您就是传说中的亡灵之主吗？亡灵之主那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种菜的小骷髅而已。哇，这也太低调了吧！明明刚刚的魔法有那么强，不愧是我亡灵一族的王啊！伟大的王，请收留我吧！千万不要挑战一个男人的底线，因为他很快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就在刚刚，这个不信邪的天使因为毁掉了男人的农田，从而被变成一具可怜的稻草人。这就是对你毁我农田的惩罚。伟大的王，请收留我吧！你乐意待的话，就待着吧。真的吗？自然是真的。但我不是王，自我有意识的那一刻起，终生的使命便是种菜。行了，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住下，但丑话说在前头，千万不要糟蹋粮食，要不然你的下场……遵命。其实我不是什么亡灵之主，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不是。我的职责只是种田、养花罢了。至于这象征着亡灵圣地的安息之城为何寂寥至此，我模糊的记忆里似乎只有一个画面，那个夜晚电闪雷鸣。我的发，搞我！喂，我去！哎呦！啊！一定是王在修炼什么了不得的魔法，好厉害！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就好了。嘿，真香！你是什么脏东西，竟敢亵渎本地？注意看，这个男人只是在天台看个星星，结果下一秒就有妹子从天而降落入他的怀中。然而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一抹温存，一个大逼兜就已经呼在了脸上。你是什么脏东西，竟敢亵渎本地？喂，好像是你主动扑上来的吧？你还敢犟嘴，不可饶恕的东西，本王这就砍了你！然而正当樊舒亚要动手之际，他面色却是猛然一变，手中的长剑更是应声而落。该死，狄秋斯给本王下的色孽之吻要发作了。见状，安格连忙起身后退。喂，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我虽然只是个种菜骷髅，但我也是有情操和尊严的。
你以为本王会看上你？那就好，那就好。哇，去，王就是王啊！这一定是在修炼什么禁忌魔法吧？也太华丽了！我杀了你！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对你做了什么？明明昨晚是你……住嘴！喂，你还讲不讲理了？其实算起来，这的确不干他的事。我若将他就此击杀，多少有些问心有愧。而且奇怪的是，我体内的伤势竟然痊愈了。难道是因为跟他那个？算了，饶他一命。昨晚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你以为我愿意他发生？你找死吗？樊叔呀，本王可算追上你了！糟糕！这个男人一出场就坏了男主的好事。破城，慢着！你要找的是我，何必牵扯其他？樊叔呀，你的王之本源呢？狄秋思，你这反贼！为了上位，你不仅发动兵变，还给本王用色孽之吻这种下三滥的毒药。你不悔改，还敢质问本王的本源何在？看来取走你王之本源的混账就在这了。那正好，今日我便踏平这早已荒废了千年的亡灵圣地。我不会让你伤害无辜的。你以为你挡得住本王的脚步？试试便知。我是帮还是不帮呢？这女人脾气虽然臭了点，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动不动就喜欢打打杀杀的。帮的话，我只会些跟种菜有关的基础魔法，会不会帮到忙啊？那如果不帮，似乎又有些说不过去，毕竟昨晚操劳了一整夜。就在安格犹豫之际，忽然狄秋斯的一道剑气竟然摧枯拉朽般将城墙给斩出了一道天堑，而那剑气纵横数百米，将那农田给毁了大片。不可饶恕！竟然能躲开我这一剑，看来你的伤势恢复了不少啊！但失去了王之本源的你，又有什么余力接我第二剑？结束了，樊叔呀！这剑术竟然有恶魔之力，我根本就动不了。难道今日就在陨落于此了吗？可我的子民还在等着我。下雨了。什么？陛下的绝技境竟然融化了！这个男人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绝招竟然被一场雨给淋没了。阁下是何人？收债的。你来干什么？这不是你一个低级骷髅可以插手的，请你立刻离开。你是在紧张我？你或许你不了解我，我这人有个原则，别人可以对我做任何出格的事，但若是动了我的麦田，那么即便我是最低级的种菜骷髅，也得跟他搏一次命。只是因为他破坏了你的麦田。我的内心告诉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你。油嘴滑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此刻的狄秋斯努力让自己从震惊中平静下来。来的只是个种菜骷髅，那如此说来的话，这破了我寂灭之剑的大雨就不是出自这骷髅之手了，大概率是恶魔之力激活了这安息之城的某种防御魔法阵。念及此，狄秋斯心中的惶恐荡然无存，再度变得意气奋发起来。樊叔呀，樊叔呀，也亏你曾是我风之国的王，竟然把你的第一次交给了这么一个低贱的骷髅。我现在杀你都觉得会脏了我的剑。狄秋斯，你这窃国之贼，王之本源我就算给狗，也不可能给你。妈操！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不会以为有这安息之城的防御魔法阵，你就安然无恙了吧？正好，我也来看看是本王的恶魔之力厉害，还是这早就没落千年的亡灵之法更胜一筹。布魔主降临大阵。是。狄秋斯，你演都不演了，跟境外恶魔勾结，你就不怕成为全大陆的罪人？罪人？这个世上只有成王与败寇，而你不过是本王踏上巅峰的垫脚石罢了。骑士们，那就献上你们的忠诚吧。此阵一成，恶魔之主便会降世。别说你樊叔呀，即便是那光明教会的主来了，又有何惧？你无耻！什么？这么快？什么？这么快恶魔之主就要降临了？哈哈哈！看来我主比想象中的还要迫切。也好，我便随我主以这安息之城为起点，征讨整个大陆。这是什么情况？我的魔法阵竟然失效了！这是连有些农民都会的翻土术。樊舒亚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极点，他怎么也没想到破解这恶魔法阵的
竟然是最基础的翻土术。而他更没注意到的是，此刻一旁的安格似乎嘴里念念有词。这不可能！我主赐予我的无上恶魔之法，怎么会被区区一个最低贱的翻地术给破解掉？狄秋斯，或许连安息之城都不愿看到你这种人在这放肆吧？安息之城又是安息之城，好，今天算你们命大，但这事没完。本王记住了。我去，不愧是亡灵之主啊！这区区一个翻土术就把那些坏人打得落花流水了。狄秋斯的风波暂时过去，时间一晃便来到了第二天。然而此刻的气氛却有些莫名的伤感。你真的要走？这里没有我待下去的理由。可是你回得去吗？西西，这可是我主吃过的牛肉啊！希尔多，你也太有福气了吧！你也看到了，狄秋斯已经是被恶魔腐蚀了的人，我不敢想象他上位后我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用不用我帮你？帮我？你也说了，你不过是一个种菜骷髅，之前能吓退狄秋斯，不过是倚仗安息之城的魔法阵加持。就算抛开这些不谈，你会舍得你的麦田？行了，我们就此别过吧。当然，我还是要感谢你替我解围的恩情，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如今我将它送给你，也算是给我们的露水情缘画上一个句号。那一路平安。平安。但愿吧。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低落？难道这就是书上写的不舍？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眨眼5年的时间便一闪而过。公主殿下一定要坚持住啊！陛下说，等到了安息之城见到你的父亲，你的毒就有救了。安息之城方向这突如其来的爆炸，让奈良心中一沉。难道安息之城也不太平？就算是刀山火海，末将也要治好公主殿下。这真的只是初级魔法，而且只是用来烧麦秆的初级魔法。不好意思见笑了，这个程度已是我的极限，所以你们还是找别人教你们魔法吧。低调，实在是太低调了，不愧是我的王啊！住嘴！臭骨头，本天使3年前解除你那狗屁稻草人魔法后之所以不走，就是想跟你学魔法，结果呢？每次都是这么说辞，有意思吗？这就是你说的咱俩用的同一种魔法，你骗谁呢？我藏私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就是怕我学了后比你厉害。反正我把我会的都教过你了，我问心无愧便是。你，哼，臭骨头，烂骨头，抠搜死吧你！这玉镯怎么突然亮了？风之国黄金骑士团奈良求见。风之国？难道是他？樊叔呀，5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你竟还敢回来与本王作对这么久？这下终于让我抓到了吧？多说无益，你杀了我吧。杀你？你想得美！毕竟流淌着你皇室血脉的女儿，本王还要靠你为诱饵给骗出来呢。你的王之本源已失，他的可没有。你个畜生，你敢动思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可说了不算。如果我的情报没错的话，你的宝贝女儿此刻是不是正在前往安息之城啊？是，又如何？你难道忘了当年你是如何狼狈逃走的吗？亡灵圣地可不是你能对付的。如今的大陆良田退化，各个势力饱受饥荒折磨，那我若是把亡灵之主重新问世，且安息之城有沃土万顷的消息散布出去，你猜他安息之城还能安息的了吗？你卑鄙！卑鄙！不，这叫权谋。我没记错的话，你那姘头是最低级的种菜骷髅，虽然身份卑贱，但在当下的环境，你猜有多少人想把他捉去，然后当那牛马一般的使唤？你不会得逞的。是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至于你吗？我说过，既然要拿你当诱饵，就会好好给你安排一场引蛇出洞的大戏。你想干什么？当然是替您这位前女王陛下开办一场盛大的拍卖楼。想必到时候你会很抢手的。顺道告诉你，那一天也将是我恶魔大人正式踏平大陆的起点。狄秋斯，你就是个疯子。相较于此刻樊舒亚的困境，另一边的安格却是感觉有些如梦如幻。我有女儿了，好不真实啊！臭骨头，他们已经无爱了。这下你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我用了我会的所有神圣魔法，才把他们的命保住。你以后要是再敢对我藏私，本小姐可就要打爆你的头！年轻人就是好啊，倒头就睡。希尔多，到。
希尔多，到，送他回房间吧。我才不送这鸟人呢！好吧，那我去送。该死，我怎么能拒绝我主啊？王的事就是我的事，王的命令就是我前进的方向，保证完成任务。我怎么还有点紧张了呢？请问你是爸爸吗？安格，你要冷静，她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你有什么可紧张的？没错，我就是你爸，爸。我现在是不是不喊一声爹，都对不起这个氛围？要不你试着喊一声呢？我叫樊思思，请问你真的是我的爸爸吗？应该是的吧。哇，思思有爸爸啦，思思有爸爸啦！很久没见过公主殿下笑得这么开心了。这一路辛苦了，我想问问女暴龙，樊舒亚她还好吗？陛下她过得很不好。5年前，陛下暗中回国招揽我们这些旧部，可惜我们终究还是失败了。我率领黄金骑士团18骑精锐，拼死才带着公主殿下冲杀出来。至于陛下，恐怕已经被狄修斯那贼人给抓住了。若是我们强一点，再强一点，陛下又怎么会？不怪你，奈良将军，你已经尽力了，这样你好生在安息之城休养。不必了。这个男人有多猛？打了3天3夜的路，屁股还没坐热，就又马不停蹄的往回赶了。公主殿下在您这，我就放心了。陛下那还需要我得回去。可你一个人，有些事终究要有人站出来的。即便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又如何？他狄修斯杀我的人，我诛他的心。公主殿下就拜托您了，告辞。奈，这就是书上说的悲壮吗？思思，奈良叔叔，呜呜呜，你不要丢下思思。这个善良的小可爱，就是我安格的女儿吗？爸爸，抱抱。此刻的安格心中涌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爸爸，你怎么也哭了？我刚刚是在哭，可这不是人族才有的情感吗？爸爸，我可以贴贴吗？你不怕吗？爸爸可是亡灵。不怕呀，妈妈经常提起爸爸呢，所以思思早就知道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亡灵了呢。当然可以。爸爸，哇，你凉凉的也就好像夏天妈妈给我吃的放在水井里的西瓜。这好像是我王这么多年最开心的时候，我以后得对这个小丫头好一些。时间很快，转眼3天便过去。原本沉寂的安息之城也因为樊思思的到来而多了几分热闹，但令谁也没想到的是，危机却在悄悄靠近。蝴蝶，你别跑呀！等等我，慢点，我跑不动啦！呀，蝴蝶飞进去了，不可以！你要跟我玩？蝴蝶你在哪呀？这里好黑，我们去外面好不好？不是吧，该不会是妈妈讲的鬼故事让思思遇到了吧？可是思思没有做错事呀。竟然是人类王族的血脉。若将你吞下，立刻让我的灵魂之火更上一个台阶。来吧，让本王来尝尝咸淡。是被我的王霸之气所震慑到了吗？还好这个人笨笨的。救命！狡猾的人类，这下本王看你怎么耍花招！爸爸！思思，这个骷髅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小女孩将是他一生的噩梦。这下你可没办法开溜了，那就成为本王的美味吧。我不好吃的，你吃了要拉肚肚的。废话真多，哭得越大声，本王吃得越开心。放开他，
混账！小小的种菜骷髅也敢擅闯本王的宫殿，找死！我说放开他！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既然你执意找死，那本王就成全你。见状，樊思思愣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贪玩而将自己才熟悉没几天的爸爸给害了。你还我爸爸！你还我爸爸！我吃了你，你自然就会跟你爸爸团聚了。就在此时，安格的声音竟然再次响起。虽然我记不清你是谁，虽然你的气息令我不自觉的想要臣服，但是你若敢动我女儿，我安格发誓要将你碎尸万段。将本王碎尸万段，你一个小小的种菜骷髅也配？论血脉我不配，但千年的耕作，论体魄，我的速度也未尝不快。这个男人有多不信邪，没事非要跟种队种了1000年的男主掰掰手腕，结果直接被当瓦学弟给秒了。爸爸好厉害！思思疼不疼？有爸爸在，思思一点都不疼啦。闻言，安格的内心又暖又愧疚，狠狠瞪了一眼骷髅王的尸体后，带着思思消失在原地。思思已经无碍，现在之所以睡着，是因为惊吓过度，休息一晚就好了。谢谢，那思思就先交给你帮忙照顾了。你要去哪里？肃清安息之城所有不安定的因素，今天的事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可你说过，那里是你们亡灵一族王的领地，难道你不怕吗？怕，但欺负我女儿就不行。小家伙的到来，似乎让这臭骷髅变了，有意思。转眼，安格便又来到了斩杀骷髅王的地方。然而，令他讶异的是，骷髅王的尸首竟然不见了。哼，我记忆告诉我，我亡灵一族的王早就消失在时间长河中。我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他，我也不管这里是不是我一个种菜骷髅能来的地。你打了我女儿，我要你用命偿还！混账！你在找死！找死的是你！那是什么？这个男人本想大杀四方，但眼前的场景却是让他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混账！又是你这小小的种菜骷髅，先前差点要了本王的命，现在又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闯入宫殿之中，本王将赐你一场华丽的死亡！安格越听越猛，突然零星的记忆闪过尘封已久的碎片。我想起来了，你是我们亡灵一族通晓古今的黄铜之书，所以此前的骷髅王是你幻化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可是你最尊崇的王。王你们个头！微然。终于，在历经足足108下的耳光后，这黄铜之书再也扛不住，说出了实话。收手吧，大哥，我错了。说，你为什么要针对思思？就算幻化成骷髅王，但你本体也不过是一本书而已，你根本不需要吃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要不您自己看吧。凡是抓捕樊舒亚之女樊思思之人，本王赏黄金万两，封侯爵世袭。另外，传令下去，1月之后，本王将亲自举办一场面向全大陆的拍卖会，而拍卖品则是我们尊贵的前女王樊舒亚陛下。对了，价高者得。您也看到了，我无意间发现的这个消息，加上我沉寂的实在是太久了，于是就想着当人族的侯爵玩一玩，打发时光。只是没想到，竟然冲撞了大哥您。又是狄秋斯，抱歉。你惹错人了！这天杀的种菜骷髅终于走了，小爷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委屈。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既然无所不知，那就给我开路，开去往风之国的路。坠入爱河的男人有多可怕？安格在得知樊舒亚的困境后，竟想都不想便带着黄铜之书朝自己都不知道在哪的风之国而去。终于，在安格昼夜不停地奔袭了3天3夜后，一人一书来到了风之国的都城。大哥，你可想好，咱们这一去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原本我以为我这辈子只会讨厌一件事，但现在我发现令我讨厌的不仅仅是一件了。大哥，我没太听明白。一开始我只讨厌那些破坏我的农田、浪费我的粮食的人，直到5年前樊舒亚的出现，直到几天前思思的到来，我发现我的心中总有一种曾经从未有过的感觉。也从这个时候，我讨厌任何对他们不好的人或事。大哥，我还是没听明白。等你遇到你在乎的人，或许你就明白了。啊，和我是叔啊！别废话了，进城。等等，大哥，我可以问问你进城之后怎么营救吗？当然是杀进去。告辞。你给我回来！大哥，你想死
别带上我啊！我到现在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你又如何知道我会死？你上过学没？没有。那不就得了？我告诉你，这人族最是狡猾。你这么单纯，放他们的宫廷小说里，活不过3章的，别说就樊舒亚了。到时候你一死，你女儿可就再也没有人照顾她的安稳了。您忍心吗？闻言，安格神色微微动容。作为一个种了上千年地的小骷髅，对于这些弯弯绕绕，他从未思考过。那怎么办？大哥，你愿意听我的了？一个字，撤。大哥，我还有一计。说。咱们可以这样，然后这样，最后再这样。大哥，你想干什么？我可掏心窝子的想帮你啊！就这么办。拍卖会谁都知道，但拍卖一位女帝，那可真是天下头一遭。此消息一出，整个大陆上到权贵，下到草民，可谓是蠢蠢欲动。毕竟没有人不想将一位女帝给抱回家。但奇怪的是，此刻的安格竟然离开了风之国的帝都，而彼时在大陆的另一端，一座名为光明圣城的地方，可谓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全城戒备。上班呢，星星，你昨晚是不是又去找洗脚了？你咋知道？折腾我一宿。靠，你丫迟早死女人身上。你管得着吗你？我管不着。呵，这要是1000年前，你这样呼呼大睡，那还没陨落的亡灵之主打过来，估计你都不知道。亡灵之主那是谁？我咋没听过？我问你，咱们教皇牛逼不？那必须，整个大陆就他的魔法造诣最高，行走的魔法大炮，这可不是白叫的。那我再问你，咱们的8大红衣主教牛逼不？那妥妥的，除了教皇而外，他们8个的魔法造诣绝对是顶流中的顶流。那我要是告诉你，咱教皇跟8位红衣主教打人，都被这个亡灵之主暴揍过，你信不信？尊嘟假嘟，我骗你干啥？要不然你以为咱们光明教会实力如此雄厚，为毛还要派人来守门？为的就是提防那亡灵之主打过来。等等，你刚刚不是说亡灵之主记了吗？那为什么还守门？那我再问你，你被蛇咬了，你怕不怕麻绳？那倒也是。对了，亡灵之主这么厉害，长啥样子？我听说穿着黑袍，样子嘛，跟普通骷髅差不多。哇，那是不是长那样？不错，就长那样。亡灵之主，这个男人有多威猛？仅仅只是站在那，就活活将一名守卫给吓晕了过去。1000年了，这光明教会还是这奶奶样，还真是让人失望呢，属实无趣。大胆，谁人敢乱闯光明圣城？让你们教皇滚出来！你竟敢对教皇大人不敬！我这就捉拿你！我操，无情！你干什么？亡灵之主大人，还请饶命！我们对您那绝对是1等1的崇拜，您大人有大量，要不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滚！是。这亡灵之主的身份这么好使？包的。行了，你继续演，能不能救下你的樊舒亚，就看你的演技了。休斯，你要是没死，就滚出来见我！混账，倒要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竟敢在我光明圣城放肆，就不怕本执事对你进行无情的审判吗？你是谁？当年我吊打你们教皇的时候，可没见过你。吊打教皇？难道你是亡灵之主？识相的，就让休斯滚出来见我。哼，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复活的，但你现在魔力低微，我会怕你。正好你擅闯我圣城，扰乱秩序，我作为教会执事有权将你缉拿。顺道我也来看看你到底有什么传说中那么令人忌惮。我时间宝贵，没空跟你废话。我最后强调一次，让休斯滚出来见我，我有事要吩咐他。好一个狂妄的骷髅，你也配谈吩咐我皇？好，既然你如此无礼，那本执事就不客气了。这个亡灵有多狂，不仅吓哭守卫，还气得白胡子老登原地暴走。哇，亚德执事这是晋升成大魔法师了，那这个亡灵之主是不是要躺下了？不好说，但亚德执事打个5-5开还是轻轻松松的。大魔法师，整个大陆都不超过10个的存在。没错。那怎么办？我就只是种菜的骷髅啊。那记了。不管了，反正来都来了，硬撑我也得撑下去，要不然樊舒亚怎么办？哈哈哈哈！怎么看你的样子是怕了？亡灵之主也不过如此，接招吧！蝼蚁罢了。什么？亚德执事可是大魔法师？这被一拳打哭了。
你怎么能这么强？这不可能！只怪你在本王面前太弱。休斯，我知道你看得见。我最后说一次，若是再不出来，那本王便踏平你这光明圣城，就像1000年前那样。我只数3下，3、2。教皇来了！哈哈哈！狗屁的亡灵之主，你的死期到了！教皇，您可算来了！就是这个自称亡灵之主的家伙，竟然在我们光明圣城耀武扬威，您可一定要惩罚他啊！教皇大人，您打我干什么？白胡子老登怎么也没想到，明明自己替大哥办事，但大哥却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教皇大人，您打我干什么？我打的就是你，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教皇大人，我不就是替您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自称亡灵之主的骷髅吗？你说他不知天高地厚，还要替我教训？没错，我操你姥姥的！你想要死，你别带上老子！你知不知道，就在刚刚，毛兹光明教会差点被抹除。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位就是有史以来最有天分的亡灵之主，更是1000年前以一己之力将恶魔一族赶到北境的英雄。若是没有他，整个大陆现在早已成了地狱，哪还有你在这蹦跶的事？您此话当真？可是亡灵之主不是1000年前就……让你嘴贱，让你嘴贱，给我好好磕！伟大的亡灵之主，您看还满意吗？安格明显一愣，毕竟他着实有些低估了亡灵之主这个身份的影响。也正是这一愣的功夫，再一次苦了亚德。咱光明教会赏罚分明，放心，我们一直磕到您的气彻彻底底的消了为止。罢了，多谢您的宽恕。我不跟你废话，这次来是有事想找你帮忙。您太客气了，对我不许用帮忙这2个字，直接吩咐就行。风之国女帝拍卖会你知道吗？有所耳闻。只是耳闻，如果我的消息没错的话，你光明教会可是那狄秋斯邀请的座上宾。这个男人的演技有多好，仅仅往那一站，唬得社会大哥心肝胆颤。如果我的消息没错的话，你光明教会可是那狄秋斯邀请的座上宾。确有此事，但不瞒您说，狄秋斯那等下3万的家伙还真没被我瞧在眼里，所以那座上宾我是不打算去的。你去不去是你的事，我此来是听说狄秋斯一共给你了10张请帖，我想请你卖我1张，放心，我不白拿。这1万斤粮食就当是交换了。什么？1万斤？现在整个大陆的农田在急速枯竭，耕地越来越少，这1万斤粮食的价值不说珍贵了，那是相当珍贵啊！这礼物太重了，我不能要。粮食我多的是，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是，那我可就真收了。这就是狄秋斯给的请帖，请您笑纳。多谢了。您太客气了，能替您做事，那是我的福分。对了，我斗胆问一句，你也对那个风之国的前任女帝樊舒亚感兴趣？她是我妻子。什么？混账！这该死的狄秋斯，真是在玩火！这样，我现在就宣布将对风之国进行制裁。你的心意我领了，但你这样做会有让狄秋斯狗急跳墙的可能。高，实在是高。不愧是亡灵之主大人啊！我全明白，您是想以最温和的方式将樊舒亚夫人给拍卖回来，对吗？不错。妥了。原本我不想去，但现在我高低得去一趟，必须给大人您撑住场面。这是你的事，我不干预。对了，我的身份我不希望再有其他人知道。放心，我这就给今天见过您的施展记忆抹除术。多谢。好了，时间不等人，我便先走了。等一下。哦，还有何事？既然大人您要去拍卖会，那这张魔法水晶卡就当做是我个人送您的礼物，里面足足有2亿金币的额度。那谢了。恭送亡灵之主大人。一直目送安格的身影彻彻底底的消失在视线之中，休斯才敢放松下来。毕竟1000年之前自己被当陀螺吊打的场面，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定了定心神，转身将2个门卫的，他便赶忙回到城中，不为其他，只为准备去风之国参加拍卖会，抓住这个攀交情的机会。等安格从光明圣城再次来到风之国的帝都时，距离那全大陆人尽皆知的拍卖会只有1天不到的时间。彼时的安格即便再如何的着急，也只能按照此前的计划按捺住情绪，伪装成一名路人，蛰伏在城中。而另一边，在王宫之中，樊舒亚对自己的未来只有无尽的黑暗。2位，你们若是放本王出去，本王可许诺你们1人3个愿望，什么都可以。得了吧你！现在大局可是在我们狄修斯陛下的手里，放了你，我们能活？没错，明天可就是你樊舒亚女帝要面向全大陆拍卖的时候了。这等古往今来头一遭的大盛会，我们也想一睹为快呢。当然，你若能让咱哥俩高兴一下，我们兴许能答应你的请求。你们无耻！你敢骂我们？
你该不会以为被封印了魔法，沦为阶下囚的你，还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女帝吧？反正明天你要沦为别人的玩物，倒不如在这之前便宜便宜我们。两名守卫见笑着朝樊舒亚走去。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那大门被打了开来。混账！樊舒亚陛下也是你们所能折辱的。罗德亲王，哼，找死的东西！对不起，叔父来晚了。听闻此言，樊舒亚往日在如何的高冷，此刻也忍不住声泪俱下。罗德叔父，我真没想到这个关头竟然是您甘愿冒险来救我。罗德亲王没有接樊舒亚，而是转身看向两名侍女。樊舒亚的妆容就交给你们了，记住，这可是狄秋斯陛下再三嘱咐的。若是明日无法在拍卖会上惊艳世人，你们就死吧。是，亲王。寥寥几句，本来燃起一丝希望的樊舒亚瞬间跌入谷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叔父竟然会成为迫害自己的帮凶。就你，我的好侄女，你何时变得如此天真了？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叔父。别再叫我叔父了，我早已效忠狄秋斯陛下，他才是能带领帝国走向强盛的真龙，而你不过是个即将被明码标价，用来彰显新皇威严的商品而已。不，你怎么能？我那么信任你。我来这里只是为了确保商品的品相完好，这可是狄秋斯陛下亲自交代的。罗德亲王说完，不再看樊舒亚一眼，而是转向两名垂手侍立的侍女，给他梳洗打扮，换上准备好的衣服，明日拍卖之前不容有任何闪失。是，亲王。罗德亲王径直走向牢门，厚重的牢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巨响，也彻底隔绝了樊舒亚最后的光亮。一夜的时光转眼过去，此刻风之国帝都拍卖会可谓是热闹非凡，来自大陆各地的权贵们已然落座。听说了吗？今天真的要拍卖那位女帝。狄秋斯陛下这一手真是史无前例啊！不知道哪位大人物能最终得手。嘿，光是想想曾经高高在上的女帝陛下要沦为，就让人热血沸腾啊！安格听着这些话语，面色冰冷，忍不住想要呵斥，但黄铜之书暗中传音让他冷静，这才强行按捺住愤怒的情绪。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肃静，肃静！我是罗德亲王，感谢各位尊贵的来宾莅临本次史无前例的盛会。首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伟大的狄秋斯陛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伟大的狄秋斯陛下！今日不仅是拍卖，更是与诸位共享帝国新生的庆典，希望诸位可以尽兴，寻得心头所好。那么，本王也不多说了，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请上第一件珍品，来自失落精灵遗迹的永恒泉眼。什么？竟然是永恒泉眼？据说这可是能让5阶水系魔法师一举踏足大魔法师行列的顶级宝物啊！乖乖，来招了！就算买不起，这也能开开眼界啊！一件件珍奇异宝被呈上，竞价声此起彼伏，气氛逐渐被推向高潮。安格对此却是熟视无睹，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些不过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压轴大戏还在后面。转眼半个小时过去，诸位静一静，接下来就是见证历史的时刻，有请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最终拍品。短暂的死寂后，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无血爆目光如同实质般在樊舒亚身上扫视。我宣布，前任女帝樊舒亚，起拍价100万金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现在开始，150万，200万，我出300万。价格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权贵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叫价。樊舒亚紧闭双眼，身体微微颤抖，屈辱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直到一道熟悉的嗓音响起，他不由得灵魂一震。难道是他？如他所想，台下的安格举起了叫价牌，1000万。价格继续攀升，安格喊出的1000万很快就淹没在潮水中。但每当有人叫出一人高价后，安格都会毫不犹豫地报出一个更高的价格，仿佛金币对他而言只是数字。他的冷静与阔绰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和不满。地精卡比斯出价3000万。我去，这都翻30倍了！不愧是地精族的王子卡比斯啊，这也太有钱了。这樊舒亚大概率要被归卡比斯了。我精灵族出3100万，还有高手。奥兰，你也配跟我争？我出3300万。卡比斯，你别找事。樊舒亚，我仰慕很多年了，他只有跟了我才是真爱。我理解也表示尊重，但你似乎没那么多钱啊。你给我等着！什么档次也敢和我争？可笑！不愧是地精族啊，这3300万说出来就跟喝水吃饭一样简单。可不，咱们这些人虽然也都算有点家底，但是3300万金币娶一个女帝还是有些招架不住的。看来这卡比斯王子要抱的美人归了。还有没有比卡比斯王子出价更高的？如果没人继续叫价的话，那樊舒亚的后半生就拜托卡比斯王子了。谁说没人了？5000万！卧槽，牛逼！ 5000万，我没听错吧？
妈呀，这人也太豪横了！你是谁，也配跟我抢？别废话，没有钱就乖乖坐下。你说我没钱，我出5500万，是不是蒙圈了？我出的价比你命都长，你如何赢我？你怎么知道？我就只有5000万，我出1个亿的。什么一个亿？我去，这人疯了吗？樊淑亚再好看，也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值这么多？哈哈哈，吹牛的本事倒是长了不少。你知道1个亿意味着什么吗？张口就来。不过是区1个亿罢了，和樊淑亚比起来，就算是10亿、100亿又算得了什么？对了，你该不会没钱了吧？你虽然1个亿对我来说没什么，但现在的樊淑亚根本就不值这个价，5100万已经是极限了。不过看他这急切的样子，我倒是能坑他一次。我会没钱，就怕你不敢跟啊！我出1亿0100万，2亿。什么？又加了2亿？哇哦，我没听错吧？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世上竟然还有比自己豪横的人。既然你这么拼，那这樊淑亚就让给你好了。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全大陆的权贵可都在呢。你要是吹牛的话，今天这会场你可没命出去。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刷卡。抱歉，先生，您这张卡上的金币不够。不可能，我出发的时候可专门把城里所有的金币都带上了的。抱歉，先生，的确是不够的。小子，你不会是来耍我们的吧？这不可能，休斯那家伙明明说过，这里面有2亿金币的，难不成是在耍我？精彩，真是精彩！原来你小子没钱啊？那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罗德亲王，要我说，这种骗子就该打断一条腿，然后丢出去得了。卡比斯王子说的在理，来人！等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家伙倒不如让我来收拾，如何？哈哈哈！既然卡比斯王子有此雅兴，请便就是。我早就想动手了。什么？卡比斯王子竟然是5阶魔法师？乖乖，看这情况，差一步就要成大魔法师了。你给我下地狱去吧！住手！卡比斯，你若敢动他，我让你地精一族陪葬。樊淑亚，你在威胁我？哼，等我买下你，有你好受的。既然你这么在乎这个骗子，那正好，我当你面宰了他。我看谁敢！卡比斯王子，在地精的矿坑里，你可以称王称霸，但在这里，在光明所及之处，对我休斯的恩人亮出兵刃，是谁给你的勇气？什么？光明教会的教皇，大陆最强的魔法师，他怎么也来了？什么？这小子竟然是教皇的恩人？教皇大人，我不知道他是。跪下，向我的恩人磕头认错，然后滚出我的视线。是。此刻的卡比斯早已魂飞魄散，所有的傲慢被彻底碾碎。他毫不迟疑，对着安格的方向，将头狠狠地磕向地面。是我有眼无珠，是我该死，求您饶了我，求教皇大人开恩，我这就滚，马上滚。这一幕让全场死幕，落针可闻。然而更令人心惊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幕。抱歉，由于我的失误，拿错了魔法水晶卡，这才导致您遭遇卡比斯这等小人的羞辱，这是我来替您摆平。巴惹法克，我是不是听错了？教皇大人竟然在道歉！天啦噜，这个世界咋了？这人又是谁呀？罗德，教皇大人，晚辈在。刷卡。是。还有没有更高价的？如果没有，那么樊淑亚小姐便归我恩人了。见无人回应，休斯看向罗德。罗德，没有人叫价，那本次拍卖是不是可以一锤定音了？是。那么我宣布，本次拍品最终由休斯教皇的朋友所拍的。慢着，注意看这个男人有多无耻！自己举办的拍卖会，成交之际，竟又想反悔。慢着，教皇，您可真是好大的手笔啊！2亿金币，即便对于教廷而言，也不是个小数目。本王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恩人，能让教皇陛下如此倾力相助？陛下说笑了，信仰无价，友谊亦然。我的恩人与我有再造之恩，他的意愿便是我的意愿。那如果本王说教皇大人您的恩人是我的仇人，您又该如何呢？哈哈哈哈！狄修斯，我劝你一句，见好就收，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时候可不好收场。看来这傻鸟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亡灵之主啊！看来休斯教皇已经选择站在这个种菜骷髅的那边了。什么？教皇大人的恩人只是一个卑贱的种菜骷髅？我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5年前救过樊淑亚的那个亡灵，难怪他会来。休斯教皇，本王希望您能有大局观，可不要为了这么一个卑贱的家伙而伤了我们风之国与教会的关系。这傻鸟是不是疯了？我都给台阶了，他还不下？难道真要让亡灵之主发飙？不管了，反正我死死抱住亡灵之主的大腿就完事了。狄修斯，你若想动武，便是向整个光明教廷宣战，这后果你可想清楚了？别忘了，
这里可是风之国，是本王的地盘。既然教皇这么不听劝，那我便斗胆来试试大陆第一魔法师的能耐了。胡闹！什么？徒手接我的剑气？不知天高地厚。给我跪下！好，很好，休斯，你赢了。罗德，我在，让他们走人。是，二位大人，樊淑亚小姐已经送到。妈呀，太吓人了！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有朝一日会当着全国子民的面被一个老登给狠狠打了脸。好你个休斯，好你个低贱的骷髅，都给我等着！要不了多久，等恶魔降临，你们都得死。相比于狄修斯的恼羞成怒，另一边的已经离开风之国帝都的安格等人的画风则是温馨得多。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以后我会永远都在你身边的，樊淑亚。这一次我再也不会放你走了。嗨嗨，教皇大人，多谢您今天替我俩出面，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难道连樊淑亚都不知道这位是亡灵之主？举手之劳罢了。那若无他事，我们便就此分别吧。毕竟你二人久别重逢，我这糟老头子就不当电灯泡了。多谢。您可千万别啊，这我哪受得起？哎呦喂，我想起来了，我家母猪要生了，我得回去接生。告辞。瞅你干的好事，这休斯教皇这把年纪了，还要遭这罪。那还不是咱安息之城的亡灵之主威名在外啊，你就偷着乐吧。回到宫殿的狄修斯越想越气，于是在他喝退了所有人之后，独自前往了只有自己一人知晓的密室。伟大的恶魔之主，您忠实的仆人向您祈求，请您加快降临的步伐。这片大陆已亟待您的统治，我愿为您扫清一切障碍。狄修斯，你在叫本座做事。上过班的都知道，千万不要教老板做事，至少在你没打算离职是这样的。狄修斯，你在叫本座做事。不敢。摆正你的位置。明白。实话告诉你，本座感应到了你那片土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令我不安和战栗的存在，在搞清楚那是什么之前，盲目降临是愚蠢的行径。1000年之前，我族被那亡灵之主差点灭族的事，本座不想再重蹈覆辙了。令您都感到颤栗的存在，难道是光明教会的那个老东西休斯教皇？今天我领教过，他不愧为大陆第一的魔法师。哈哈哈，休斯不过是一只比较强壮、散发着讨厌光芒的虫子罢了。我碾死它，并不比碾死其他虫子费力多少。我感知到的那个存在，其本质更加深邃，更加危险。它的力量层次超越了这片大陆现有的认知。狄修斯，去查，必须查出他究竟是谁。恶魔之主的话让狄修斯脸色巨变，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安格那平静却深不可测的眼眸。但转念一想，安格不过是个仲裁的，也便不再纠结。是，伟大的主人，我会立刻去调查。对了，除了调查一事，本座还有一事要交给你，此事关乎着我恶魔一族何时降临。太好了，主人，只要是能促成您早点降临的事，我一定竭尽全力。本座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尽可能的抓捕魔力超过5阶的魔法师，以供我吞噬。等吞噬的数量足够多后，无论那个令人不安的存在是谁，都将不足为惧。届时我族占据整个大陆后，你便是第一功臣。遵命。去吧，尽快办好此事，本座期待着盛宴。属下告退。离开密室的狄修斯心情大好，但对于安格的厌恶却没有降低半分。想着他打出一个响指，黑暗中一个身影缓缓浮现。陛下有何吩咐？你去一趟大陆第一杀手组织暗夜殿，给足他们报酬，让他们务必派人前往安息之城刺杀安格以及他身边那个樊舒亚，还有他们俩生下的孽种樊思思。遵命，陛下。属下这就去办。安格，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安息之城中央城空间传送法阵，此刻光芒闪烁。随后，安格便牵着樊舒亚的手凭空出现。当然，这一切则要归功于黄铜之书。毕竟，作为从万年前就是亡灵一族的圣物，如今也只有他知晓这法阵如何运转。而法阵一旁，樊思思、米露和希尔多早已等候多时。妈妈，我不是在做梦吧？他们都说您被思思好怕再也见不到您了。傻孩子，你看母上不是好好的吗？是你爸爸把我们救回来了。耶，爸爸最棒了，奖励爸爸抱一个。简单一吻，让安格慌了神，仿佛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仲裁骷髅。一旁的米露见状，也轻盈的上前一步，脸上带着真诚的、毫无杂质的喜悦笑容。安格，恭喜你，你成功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多亏了你帮我照顾思思，我才能安心离开。爸爸，米勒阿姨对我可好了呢，还有希尔多哥哥，思思无聊的时候可都是他陪我玩的。希尔多，谢谢。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樊舒亚陛下，我是米露，第2次见面，很高兴正式认识你。第2次，我怎么没有印象？
这你可就要好好问问安哥5年前对我做了什么了。你小子背着我干了不少事啊，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腾，你听我解释。思思，快，米洛阿姨带你去吃光明教会给我寄过来的糕点好不好？米勒阿姨，我都懂。你懂什么？希尔多哥哥给我看的小人书里写的，夫妻久别重逢，那叫一个干柴烈火。嘻嘻，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希尔多，你给思思看这些？这不，我也是偶然发现的，觉得可带劲了，就让思思看的嘛。你真是个虎逼啊！樊思思说的对，此刻已经回到房间的安格和樊舒亚都双双结束战斗，进入到了贤者模式。对了，那位麋鹿天使看起来很不一般，他似乎和你很熟悉。我们就只是普通朋友。我又没问什么，你这么着急解释啊？行了，看把你紧张的。其实我只是很高兴，在我缺席的日子里，你身边也有像他这样正直的朋友。你不吃醋了？我吃什么醋？你可别乱说。真的吗？很快，一夜过去，安息之城似乎又像往常一样宁静。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此刻的议事大厅之中，气氛有些凝重。安格大人，我知道我来的有些冒昧，但现在整个大陆都知道您这粮食充足，随手一挥便是万斤的粮食。如果不是我们地下城的粮仓实在坚持不了几天了，我也不会舔着脸过来。毕竟我们在此之前并无交集。安娜城主，所以你是想买粮食？我们没多少钱。那你们是想借？不用还的话，可以吗？那就是抢咯。不，我们岂敢对您有抢劫的想法？现在全大陆谁人不知您是教皇休斯先生的恩人啊？那你们到底想干嘛？是这样的，年初我们地下城唯一会种地的祭祀死掉了，而我们地下城一族是受过诅咒的一族，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学得会那关于种地的魔法。这么大半年下来没有收成，粮仓的粮食也眼看见底。我这一趟来是求您看看能不能教会我们如何种地的。当然，如果能借一点粮食的话，那就更好了。您放心，等我们有收成了，一定会还的。安娜城主，不用紧张，这样，等我准备一下，就随你去一趟地下城，共同寻找解决之道吧。真的？当然，种地是我一生的使命，让大家吃饱饭更是我一世的追求。谢谢您，安格大人，我们地下城有救了。搀扶起安娜后，安格也不耽误，当即便带着黄铜之书和樊舒亚等人告别后，就前往了远在千里外的地下城。然而安格刚走不久，夜幕下4道飞影诡异的潜入了安息之城之中。妈妈，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像不像爸爸眼睛里的灵魂之火？虽然冷冷的，但是看着它就觉得特别安心。是啊，他总是那样沉默寡言，却比任何人都要可靠。对了，思思，妈妈还没问你，你觉得爸爸怎么样啊？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救了我，教会我很多东西，虽然他总是很忙，但也照顾得我很好呢。反正有他在，我就什么都不怕啦。思思最爱爸爸了，妈妈也爱爸爸。哈哈哈，好一个感人的画面啊！是谁？当然是要你们命的人了。谁？滚出来！当然是要你们命的人了。尊敬的前女帝陛下，还有这位可爱的小公主。妈妈，狄秋斯派你们来的，他也就只敢做这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将死之人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不过看在你曾为女帝的份上，让你死个明白。没错，陛下有令，带你们的头颅回去复命。当然，如果你们肯乖乖配合，或许能让过程痛快一点。果然是他。不过你们做梦，就算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我也绝不会让你们伤害思思。明文不灵，动手，速战速决。话音刚落，2名杀手便如同得神之箭，一左一右扑向樊舒亚。樊舒亚也不慢，当即一道淡青色的略显稀薄的能量护盾瞬间展开。啧，看来传闻不假，你的魔力果然所剩无几，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接得如此勉强，真是可怜啊！为首之人说话之际，一名杀手早已如同鬼影跳入樊舒亚侧后方，手中淬毒的飞镖直射樊舒亚难以顾及的后心，眼看就要一击毙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纯净炽烈的圣光如同天骤然从天而降，精准的轰击在那飞镖之上，同时圣光余波破散，将杀手们逼退数步。你们在找死！哦，2翼天使，哼，没想到这破地方还有光明教会的走狗，有点麻烦，但还不够看。老3老4，你们把这天使给解决了，别让他碍事。老2去把那个小亡灵渣子和那2个女人解决了，动作快点。明白。头，对付个小僵尸简直脏了我的手，这种垃圾让我召唤的狗去对付就行了。臭狗，滚开！然而
希尔多毕竟只是个8岁的小僵尸，战斗全靠本能和一股狠劲。古剑在猎犬坚韧的皮毛上只留下浅浅白粉，反而被猎犬一爪拍在胸口，小小的身子倒飞出去，砸在地上，皮甲碎裂，露出下面苍白的皮肤。小废物，就这点能耐，连我的狗都打不过，还想学人英雄救美，真是笑死人了。另一边，麋鹿此刻挥动光焰长剑，圣洁的火焰划破夜空，与3名杀手的黑暗斗气激烈碰。卑鄙的肮脏东西！你的圣光救不了你，老三老四，别玩了，尽快解决他。是大哥。2名杀手的攻势骤然加紧，麋鹿顿感压力倍增，很快就有了颓势。一旁的樊舒亚试图凝聚魔力帮助麋鹿或希尔多，但每次刚提起一丝力量，就因内息紊乱而中断，只能焦急地看着，脸色苍白。樊思思则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袖，吓得小脸煞白。而希尔多不过几个照面就已然成了强弩之末。敢无视我，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卑贱的杂碎，你竟敢上了我的召唤魔宠，我这就来宰了你！希尔多哥哥，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希尔多竟然笑了，笑得像是真正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安格大人，让我最后为您燃烧一次。这是什么？为什么突然爆发的气势让我的灵魂都在战栗？你们这4个藏头露尾的杂碎，以为我这几年跟在我主安格身边，当真什么都没学吗？小僵尸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老二，快解决他！是。什么？这怎么可能？安格大人，希尔多不能再追随您了，不能再听您讲故事了。但今天希尔多没给您丢脸，也请您原谅我。我偷偷在宫殿里找到了这个名为燃魂灵豹之威的禁忌魔法，所以你们4个狗贼就给我长眠于安息之城吧。这是什么鬼东西？快阻止他，脱离法阵范围。好，晚了，一起下地狱吧。然而就在希尔多的冥暴之威能量达到顶峰，即将把4名杀手彻底湮灭的最后一刻，他身上燃烧的血色火焰竟突然如同风中残烛般猛地闪烁，随后骤然熄灭。恐怖的魔法阵也随之崩溃。失败了吗？我这一生果然就是个笑话。我们还活着，死的是这个小杂碎，燃烧灵魂又怎么样？还不是功亏一篑，废物就是废物。该死的臭虫，临死前还让我们如此狼狈。不过一切都结束了，杀了这里的所有人。是。随着4人的齐呼，整个安息之城的温度骤然降至冰点，一股比希尔多之前的魂技冥暴更加深沉，更加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威压轰然笼罩。即便是作为天使的麋鹿，此刻面对4人的联手，也有了一种任人宰割的无力感。就在这绝望降临的前一刻，那个男人回来了。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吧。嗓音响起的刹那，4名杀手的动作猛然僵住，眼中不自觉地升腾起无边的寒意。爸爸，思思，闭上眼睛。装神弄鬼，不过是个底层种菜的骷髅，也敢在我们暗夜殿面前放肆。你那个小僵尸废物已经死了，下一个就是你。话音刚落，安格消失了，等再次出现，却已然来到了他的身后。下一刻，杀手爆体而亡。不可能，没有魔法波动，这人竟然只是靠着纯粹的肉体力量。此刻的安格没有说话，他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杀。快拦住他！饶命！安格大人，是狄秋斯指使我们暗夜殿干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求您。狄秋斯，我会去找他，而你只有死路一条。希尔多，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暗影殿，你们还是消失吧。交给你了。安格，你要做什么？讨债。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被称为影魔的暗夜殿殿主杰克。此刻的他正在与狄秋斯的心腹把酒言欢。使者大人，请满饮此杯，为我们与狄秋斯陛下的京城合作，也为即将到手的丰厚报酬。杰克殿主客气了，陛下对暗夜殿此次的行动效率非常满意，尤其是那个叫安格的亡灵，屡次3番与陛下作对，此次能借贵殿之手将其擒拿，陛下定有重赏。区区一个种菜的骷髅，仗着不知从哪得了点机缘认识了教皇休斯，就敢挑衅陛下天威，真是不知死活。等我那4个得力手下将他一家老小抓回来，定要让他们尝尝我暗夜殿千魂噬心搜魂秘术的滋味。到时候他会在无尽的痛苦中亲眼看着他的女人和女儿受尽折磨而死。殿主好手段，陛下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杀鸡儆猴，让大陆上所有不安分的家伙都看看与陛下为敌的下场。而且店主可知，陛下的谋划远不止于此。哦，使者大人可否透露一二？告诉你也无妨，陛下早已与深渊的恶魔之主达成协议，此次假意让恶魔入侵，制造大陆危机，陛下已以大陆存亡、命运与共为由，向精灵王、百人王、兽人酋长，还有那光明教会的教皇休斯，都发出了紧急求援信。陛下的意思是？没错，等那些势力的首领们带着他们的精锐齐聚一堂，准备共抗恶魔之时，就是他们的死期。恶魔之主会亲自降下力量，将他们所有人一网打尽，吞噬他们的力量和灵魂。届时，陛下将扫清所有障碍，真正一统大陆。而你我都将是从龙功臣，享尽荣华。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杰克和黑袍使者的大笑戛然而止，冷汗瞬间浸透了他们的后背。更令他们心惊的是，刚才还侍立在周围的几名心腹护卫的气息竟然消失了。谁敢来我暗夜殿撒野？滚出来！装神弄鬼！可知我等乃是狄秋斯陛下。你们的狂欢该结束了。你是谁？他就是安格。原来是你这个种菜的，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教皇可不在，没有人给你撑腰，你算个什么东西？不知天高地厚的骷髅，这里可是暗夜殿总部，你这是自寻死路。意外的毫无意外，两人就这么被安格轻松按在地上摩擦。大哥，我错了，求求你别打了。这是什么？糟糕！千魂噬心，搜魂秘术，听起来不错，那就拿你们试试吧。一番搜魂，安格的面色冰冷到了极点。狄秋斯竟然真的与恶魔勾结，还假意入侵，为的是诱杀各族首领。好狠毒的计策！那么作为他的帮凶，你们就以死谢罪吧。其他势力的人我不认识，现如今必须立刻通知休斯，让他来联络众人，好阻止这一场阴谋。一天时间过去，安格凭借强壮到令人发指的体魄，硬生生跑到了光明圣城。你昨晚又去洗脚了？我说多少次了，那不是洗脚，那是给小姐姐每一个温暖的夜晚。你迟早死女人身上。刚刚是不是有人过去了？好像是的，完球了。嫡媳，这个男人有多猛，进个城直接用撞的。谁敢来我光明圣城闹事？狂妄之徒竟敢亵渎圣城，毁我城门！你想死吗？卧槽，怎么是他？我们一起上，干掉他！亚德长老，你打我干嘛？亚德见过大人。刚刚是手下人无知，冒犯了您，还请您千万海涵，千万息怒。我的光明神啊，这位杀星怎么又来了？而且看起来比上次还要愤怒。城门都被他撞碎了，不会是来寻仇的吧？休斯人呢？立刻带我去见他。回大人，您来晚了。教皇陛下他在昨日收到了风之国的加急传讯，说是恶魔入侵，他这会儿估计已经快到了。什么？他已经去了风之国？糟糕！长老，这人未免太放肆了，毁我城门，闯入圣地，又这般扬长而去，简直没把我们光明教会放在眼里啊！放肆！你个蠢货，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教皇陛下都要以最高礼节对待，亲口尊称为恩人的亡灵之主。你刚才若是那一剑真的砍下去，现在别说你，连老子都得陪你一起化作飞灰。亡灵之主，就是那个1000年前吊打我们教皇陛下的亡灵之主，就是那个以一己之力把亡灵赶出大陆北境的亡灵之主。千真万确，要不然教皇陛下也不会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只是能有什么事让这位大爷如此的焦急？难道风之国的邀请有问题？你传我的命令，立刻集结20名成立4阶以上的魔法师。请问长老这是何意？我要带队去一趟风之国，不然我不放心，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是，希望是我多虑了吧。伟大的主人，好消息！休斯那个老匹夫，还有精灵族族长的艾尔文，矮人族的同须亲王，兽人族的血吼酋长，反正大陆上叫得出名号的9个老家伙，现在已经全部聚集在我的皇宫里了。请问您何时降临，将他们一网打尽？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聆听他们临死前的哀嚎了。不，主人，我有些听不懂。狄修斯，我感应到了那股令我不安的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朝着风之国靠近。太快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不能有任何差池。1000年前我族被亡灵之主击溃的场面绝不可再现。换一个计策，请主人明示。用你最精湛的演技，诱使这9个愚蠢的首领主动离开帝都，
深入那片已经被我的低阶魔物占领的边境3城区域，那里我的力量渗透更深，环境更利于我施展。只要他们踏入我预设的吞噬领域，我将毫无顾忌地降下真正的力量，将他们连同他们的精锐彻底吞噬。届时，就算那个令我不安的存在赶到，也无力回天。高，实在是高，主人此计可谓万无一失。让他们主动踏入坟墓，还能避免在帝都开战可能带来的意外。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自寻死路。诸位能来，我狄秋斯代表风之国的亿万子民叩谢在此危难之际大家伸出的援手。狄秋斯陛下不必多礼，自古光明与黑暗势不两立，对抗恶魔是我教廷不容推卸的责任。大人，教皇说的不错，自然平衡不容破坏，恶魔乃万物之敌，精灵族也义不容辞。哼！那些肮脏的魔物休想践踏我们的家园，矮人的战锤必将砸碎他们的脑袋。为了部落，为了荣耀，杀光那些恶魔崽子！众首领群情激昂，战意澎湃。然而，就在这同仇敌忾的气氛达到高潮时，一声凄厉、带着无比惊慌的呼喊从殿外传来。报！只见一名浑身浴血、铠甲破碎的将领连滚带爬地冲进大殿，扑倒在地，声音嘶哑绝望。陛下，不好了！边关急报，洛林城、铁岩城、双峰谷边关3城已于昨夜全面失守，守军全军覆没，恶魔的先锋正朝着内陆扑来啊！一番话如同晴天霹雳，整个大殿瞬间炸开，所有首领脸色巨变，就连教皇休斯的眉头也紧紧皱起。什么三城全失，全军覆没？千真万确，恶魔真是畜生不如！不仅我们军队全部覆没，那3城加一起，足足不下100万的百姓也无一幸免。闻言，狄秋斯身体猛地一晃，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仿佛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踉跄着后退几步，几乎要栽倒在地。他伸手指着那名将领，手指剧烈颤抖，嘴唇哆嗦着，终竟嚎啕大哭起来。朕的子民，朕的将士们啊，是朕无能，是朕对不起你们啊！狄秋斯的悲愤感染了在场所有首领，就连最为冷静的休斯眼中也闪过一丝动容。终于，狄秋斯止住了哭泣，他猛地抬起头，双眼赤红，神色变得决绝悲壮。诸公，朕已决议，即刻起倾尽我风之国举国之力，御驾亲征，北上抗魔，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让那些该死的恶魔付出代价，为死难的子民报仇。此去凶险万分，九死一生。朕不能拖累你们，你们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若朕不幸战死沙场，还请诸公看在同为人族的份上，替朕收敛尸骨，照拂一下我风之国的无辜百姓，朕拜托了。放屁！狄秋斯陛下，你看不起我们兽人吗？恶魔当前，岂有退缩之理？没错，我们矮人没有孬种，要打就打，怕个锤子！我精灵族也不是孬种。眼见气氛被推到了高潮，狄秋斯心中狂笑，但脸上却依旧是那副悲壮与感动交织的表情。想不到助攻如此任意，那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有你们相助，何愁恶魔不灭？既然这样，那诸公可愿与我一起挥师北上？现在就出发，我的大刀已经忍不住了。没错，这该死的恶魔，我要把他们砍成臊子。俺也一样。就这样，在狄秋斯的精湛演技中，代表着整个大陆最强的9个首领，随着风之国的大军前往了被恶魔入侵的北方战场。而另一边又跑了足足1天1夜没有停歇的安格，才姗姗来迟。教皇休斯，你知道他们在哪吗？是大人您呢？教皇大人昨天就和陛下北上抗魔去了。老兵的话让安格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该死，还是晚了一步。狄秋斯啊，狄秋斯，你好毒的计策！无奈的安格只好北上，而比试的北边战场此刻已是剑拔弩张。这就是深渊里爬出来的玩意儿，光看着就让人浑身不自在。教皇大人，我们这些人里，唯有您亲身经历过1000年前那场浩劫，面对如此邪魔，我们该如何应对？请您指点。无他，为一命相搏4字而已。因为只有亲手将他们头颅砍下，才算真正击杀。教皇大人所言极是，既然是以命相搏，我倒是有个提议。诸公皆是大陆顶尖战力，若只坐镇后方，实乃浪费，也是对麾下儿郎的不负责。不如待两军接战，我等10人便联手出击，形成战阵，硬生生将这恶魔阵营给撕开一条口子。如何？若能一举击溃其核心，必能极大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好，正合我意。躲在后面看小崽子们厮杀，算什么英雄？没错，让那些恶魔崽子尝尝我们战锤的厉害。其他首领包括休斯在内，略一思索，也觉得在实力绝对占优的情况下，进行精锐突袭是可行的战术，纷纷点头同意。在号角响起之时，对垒了许久的两方阵营迎来了真正的厮杀。大陆龙军与恶魔洪流狠狠撞击在一起，顷刻间，
血肉横飞，喊杀声、兵刃凤撞声、活物嘶吼声震耳欲聋。而狄修斯与9位首领则如同10颗璀璨的流星，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瞬间脱离本阵，狠狠砸入了恶魔阵营之中。很快，硬生生在恶魔大军中离出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真空地带。然而，随着他们越来越深入，四周的魔气非但没有因为他们的杀戮而稀薄，反而变得更加粘稠。不对劲，我们是否穿插的太深入了？哈哈哈，教皇大人多虑了。您看，这些恶魔不过如此，在我等联手之下，土鸡瓦狗罢了。没错，休斯教皇，你也太过谨慎了，杀得痛快才是真。休斯欲言又止，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但众首领杀得正不安，他也只好作罢。不过心中却更加戒备起来。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我的魔力恢复速度在减慢，俺的斗气消耗也比平时快了不少。他娘的，是这些恶魔在搞鬼！厮杀这么久，消耗大点正常，杀光他们就好了。不对，这个感觉，这个剥夺力量、熔炼本源的感觉，我1000年前经历过，是熔魔大阵。我们中计了！熔魔大阵！大部分首领脸色瞬间巨变，他们或许没亲身经历，但这个在史书中被用血色笔墨记载的不明，足以让他们心惊胆寒。熔魔大阵，那是什么鬼东西？1000年前，恶魔之所以能长驱直入，就是因为在战争初期，大陆联军由9名大魔导师和28名5阶法师组成的顶尖魔法战团，被这熔魔大阵困住。所有法师的魔力本源被生生熔炼、剥夺，沦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然后被恶魔屠戮殆尽。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这批顶尖战力，才导致后续战线全面崩溃，大陆生灵涂炭了。这番话如同金钗，在所有首领耳边炸响。直到此刻，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踏入了怎样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那怎么办？就在一众首领打算撤退之际，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现在想撤，有些晚了。”恶魔之主，休斯老熟人，想不到你还记得我。何止记得，我恨不得扒了你皮。本座对你们亦是如此，顺道告诉你们，这可不是1000年前那个粗糙的熔魔大阵了，这是本尊专门为你们这些每位量身打造的幻魔禁阵。装神弄鬼！听好了，休斯，很快你就将沉沦于内心最渴望、最恐惧、最无法割舍的幻境之中。当你的精神彻底迷失之时，便是本尊享用这顿期待已久的盛宴的最佳时刻。9位大陆顶尖强者的灵魂与力量，100%的吸收效率，真是想想都让本尊愉啊！恶魔之主，我干死你！什么？我的斗气消失了？你们现在不过是案板上的鱼肉罢了。狄修斯，我的仆人，你做得很好，要不是你，本座还真不好将这9道菜凑齐呢。能为主人效劳，是仆人的无上荣光。狄修斯，你竟然勾结恶魔！叛徒，我杀了你！现在的你们拿什么杀我？而我可没有被封印魔力啊！放肆！你若伤了本座的餐食，本座那你试问。是，主人。好了，那本座的食物们，你们就好好享受这定制的幻魔禁阵吧。于修斯等人而言，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光线与声音，每个人都仿佛被投入了直击各自内心最脆弱处的幻想世界。安格的腿，吓人的鬼！连续几天几夜不停歇的跑，整个大陆也就他独一份儿。终于赶到了北方战场的他，被眼前惨烈的战争场面微微震撼，心中对亡灵之主的敬佩更加浓厚。当年亡灵之主到底凭借怎样的实力，才能以一己之力将这么多恶魔赶出边境啊？休斯教皇他们在哪里？那奄奄一息的士兵原本绝望的眼神，在看清安格骷髅面容的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彩。他用尽最后力气，死死抓住安格的手臂。是您，安格大人，有救了，大陆有救了。教皇大人，他们跟狄修斯陛下一路杀到了魔阵深处。你还好吗？求您一定要将这些该死的恶魔赶出去。我们军营私下都传您就是亡灵之主，我的家人，我的土地，我在乎的和平，就拜托您了。看着军官在自己怀中失去生机，安格沉默了。不知为何，他的心有些痛，轻轻放下士兵的遗体，一股比北极寒风更冷的杀意从内心深处席卷开来。安心，我在此立誓，必将恶魔一族从此界连根拔起。话音未落，安格化作一道人形凶器，朝着士兵所指方向横暴冲了过去。所过之处，无论是低阶小路，还是高大的深渊，瞬间被撞碎。安格就这么硬生生的在无边魔潮中撞出了一条笔直的通道。另一边，恶魔之主正陶醉在即将吞噬9大首领力量的愉悦中，然而他神色猛然一变。不可能，那股令人厌恶、令本尊本源都在站立的气息，怎么会如此之劲，如此之强？他来了！
主人，您是否太过谨慎了？来的不过是那个在安息之城种菜的骷髅安格。上次在拍卖会，他全靠休斯那老家伙撑腰，才侥幸逃脱。一个底层亡灵，能有什么本事？恐怕是这战场煞气干扰了您的感知。难道你在质疑本尊的判断？奴仆不敢。虽然恶魔之主厉声呵斥，但内心也产生了一丝动摇，因为冲来的那道身影确实没有散发出多么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与他感知中的威胁似乎有些不符。难道真是自己过于紧张，被战场混乱气息干扰？还是不要亲自冒险的好？狄修斯，既然你觉得他不足为惧，那便由你去试试他的成色。若能杀了他，本尊记你手功。谨遵主人之命，请您看好我如何将这不知死活的骷髅拆成碎片。安哥，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什么？这不可能！就算是被称为大陆第一强者的教皇，也绝对不敢用身体来应接我这一剑。我以为我很菜，但没想到你弱得如此可怜。结束了，狄秋斯。主人救命啊！救我！他不是骷髅，他是怪物，是怪物啊！废物，还得本座亲自出手。那本座就来看看你是否真的有令我不安的实力。主人，你的手！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自己跪舔的对象，打架前信誓旦旦吹牛逼，结果竟然拉了坨大的，被一拳 KO。肉体力量怎么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就算是1000年前的亡灵之主也不如你。你也配提他？哈哈哈！你以为你斩了本座一条手臂就可以肆意妄为了不成？不然呢？安格平静到近乎漠然的3个字，让恶魔之主爆掉，周身魔气如同沸腾般翻滚。混账东西，本座要你刑神俱灭。那就试试。恶魔之主见状，不敢有丝毫大意，立刻便动用禁忌魔法，将自己的身体虚化。什么？哈哈哈！你肉身力量再高，可打不到本座又有什么用呢？我不信。我承认你的力量令我战栗，但没关系，我只需要跟你耗着。没多久，休斯这些老东西就会成为我的食物。到那时，本座的魔力必定会去往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而杀你也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面对恶魔之主如泥鳅般的战术和挑衅，安格停下了无意义的攻击，似乎陷入了某种思考。随后，他双手合十念起了咒语。然而这一举动却让恶魔之主差点没把去年的饭给笑出来。哈哈哈！本座如果没看错，你竟然想用最基础的重点魔法除地术来对抗我，简直可笑至极。话音刚落，恶魔之主的笑容便凝固了。只见一股无形无质的恐怖波动以安格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随后他藏在虚空之中的躯体竟然狼狈地跌回了现实。什么？你做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是翻图术？安格没有回答，只是一味地念咒。顷刻间，天空下起了大雨。就算是光明教廷的圣光，也绝对不可能让本座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本座是深渊之主，万魔之尊，怎么会败给你这种甜的把戏？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大道至简，万法归浓，你就当做肥料来结束你罪恶的一生吧。接下来轮到你了。安格大人，不，亡灵之主陛下，饶命！饶了我这条贱命吧！是我愚蠢，是我被恶魔蛊惑蒙蔽了双眼，我愿意献出一切。风之国的宝库，我的灵魂契约，只要您饶我不死，我愿成为您最卑微的奴仆，永世效忠，求您了。你不配做我的奴仆，你只配用你的命替那个被你害死的人赎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却是那恶魔之主没有死透，一缕残魂急速钻进狄修斯的体内，将这副躯体掌控，旋即化作一条血线往这般靠拢。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安格动作微微一顿，他看了一眼狄修斯遁逃的方向，又扫视了一眼周围，依旧沉浸在幻境中，如同雕塑般的9大首领。罢了，先救人要紧。这是中了什么幻境的毒？大王，再来一杯。大王，吃个葡萄。哈哈，你们这群小妖精啊，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吗？这个老登有多奔放，平日里是万人敬仰的教皇，现在却只想着怎么吃嘴子。这对吗？老登平日里道貌岸然，想不到内心深处竟然是这般景象。不行，现在可不是让他享受的时候，看我假扮亡灵之主吓吓他。休斯，你这蠢货，看看你在做什么！亡灵之主大人，您怎么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在深入敌后，我在探查敌情，我在用美色腐蚀恶魔的意志。你好自为之。我想起来了，我是在幻境中。区区幻境也想祸老夫道心。大人，您怎么来了？那恶魔之主呢？已经被我杀了。这么说，是您救了我？太好了！您不知道，那幻境太凶险了。我在里面跟恶魔斗了300回合，杀的是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险些丧命，幸亏您来了。啊，我信了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接下来的时间，安格依次进入其他首领的幻境，将他们一一唤醒。这也便意味着此次恶魔入侵的危机便画上句号。而安格之名也迅速传遍了整个大陆，风之国又迎来了他们的女帝蛮舒亚。这个男人天生打工圣体，才打完仗还没歇几天，这就又被拉出来996了。安格大人，您也知晓，1000年前恶魔入侵及污秽的法则，如同枯骨之躯，指使大陆的耕地已经不及从前的1/3了。唯有您种下的作物能驱散那片死寂，焕发生机。恳请您传授这救世之法。俺们爱人虽然住在地下，但也需要地表作物酿酒果腹。现在好几处最大的麦田和葡萄园都减产的厉害。安格大人，您的翻土术、降雨术能不能也教俺们？价钱好商量。安格大人，光明教廷麾下庇护着无数人类村庄，耕地退化，饥荒将至，这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信仰的危机。请您看在万千生灵的份上，施以援手。其他首领也纷纷附和，言辞恳切，目光灼灼地盯着安格。实不相瞒，我的种地魔法其实也就是各位都知道的那种最基础的术法。至于为什么有驱散恶魔的效果，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岂不是粮食危机解决不了了？那可咋整啊？照这样下去，再过几百年，咱们的子孙后代可就没东西吃了。那这样，我去各位的领地，一点一点帮你们驱散耕地的恶魔法则，如何？虽然我一个人力量有限，但能驱散多少就驱散多少。在众人哄抢之下，血吼酋长抱得美人归，其他首领无不扼腕叹息。这血吼酋长特不是东西，哪有直接抢的？也不知道安格大人抱起来手感怎么样。是啊，本王也好想和安格大人肌肤相亲啊，只可惜慢了一步。啊，你不对劲。你懂什么？你个沃尔玛购物袋。接下来的数月，大陆各处都留下了安格的身影。他在精灵的枯林边翻土，在矮人的荒山上隐隐，在人类的皲裂田地里施展沃土术。所过之处，魔气退散，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当然，人们的感激与赞誉如同雪花般涌向安息之城。亡灵之主就是圣骸、龙耕之神等名号传遍大陆，但安格也越发感到身心俱疲。这终究是杯水车薪，被侵蚀的耕地太广了，而我只有一个人。在连续1个月不眠不休的劳作中，安格成功解救了血吼酋长领地内不下万亩耕地。这天黄昏，终于他拖着略显沉重的骨躯回到了安息之城。刚入城门，就看到樊思思兴高采烈地跑过来。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思思好想你。听着这软萌的声音，安格疲惫的心得到了慰藉。爸爸也想思思。嘿嘿，对了，爸爸，你看，我学会飞了。见状，安格眼眶中的灵魂之火猛地一跳，他清晰地感知到，这并非是樊思思自身的力量，而是一种被完美封存，然后瞬间释放的魔法效果。思思，这力量是从何而来的？是这个呀。上次米勒阿姨带我飞着玩的时候，我感觉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好神奇，就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把她用的魔法抓住了，然后她就自己变成了这个小球球。我想飞的时候，只要轻轻捏碎它，就能像刚才那样飞起来一次啦。捕捉魔法瞬间凝结成可储存、可转移的形态，这是法则层面的拓印与封装，是连我乃至整个世界都未有人曾深入涉足的领域。思思她竟然有如此天赋，那如果要是把我的翻土术这些储存起来，然后分发给各个地方，是不是就能很快的解决耕地了？对了，思思，你能把爸爸平时种地时用的那些魔法也做成这样的水晶球吗？不知道耶，但我可以试试看。接下来的日子，安息之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魔法工厂。安格一次次施展他那蕴含生命本源的种田魔法，而樊思思则集中精神，小心翼翼地将他施法时那独特的法则波动给凝聚成一个又一个的水晶球。这些被命名为生命元晶的魔法水晶球，通过各族的商队，被迅速分发到大陆各处受魔气侵蚀的土地上。人们只需在田间捏碎水晶，内蕴的魔法便会自行生效，驱散魔气，恢复地力。然而好景不长，酋长，这虎骨能赏我一块不？我家孩子还有几天就要出生了，我想着给他磨一个护身石。你小子藏得深啊，这么大事都不提前给我透露。我不寻思您一天天都在为了部落忙吗？行，等孩子出生，我亲自去道贺。别说1块虎骨了，我给你10块，另外再加500金币。谢谢酋长。酋长，那我现在结婚还来得及不？我决定了，
从现在起，我不再是不婚主义，我要生多多的孩子。酋长，到时候你可不能偏心。哈哈哈哈哈！都有。正当气氛一片祥和之际，突然，血吼酋长面色一变，目光如同闪电般看向丛林深处。谁？狄秋斯，你这该死的叛徒，竟然还敢出现！还有你身上这令人作呕的气息，你成了恶魔的余孽。血吼，你强壮的身体，狂暴的灵魂，倒是本座不错的开胃菜。吞噬了你，本座的力量就能恢复不少。你是恶魔之主，倒是识相。我是你。勇士们，为了部落，为了大陆，咱们撕碎他！自不量力！自不量力！不，狄秋斯，我要你的命！感受到了吗？这融合了恶魔之力与帝王野心的全新力量，安心成为我的一部分吧。待我吞尽其他那些老家伙，便是安格，以及这个世界的末日，哈哈哈！好好化作我的养分吧，还真是美味呢。下一个，精灵族的艾尔文，他的自然生命本源一定非常美味。安格，你等着，等我集齐力量，定要你将我施加的屈辱百倍偿还。请尽情吩咐我，主人。哈哈哈，这才是生活啊！来，吃个嘴子。你好坏坏哦。Nice。黄铜叔叔，你在干嘛呀？卧槽！可是思思啊，没干嘛。本大爷正在严格视察这些新凝聚的元素仆从的礼仪规范是否达标。看来还需要加强训练，真是让本大爷操心。那黄铜叔叔辛苦啦，你能陪我玩吗？妈妈在忙政务，爸爸也去光明圣城叫休斯爷爷种地了，我好无聊哦。当然可以啦，我的思思公主。我就知道黄铜叔叔最好啦。然而正当樊思思雀跃之际，突然黄铜之书的面色猛然一变，周身莫名的萦绕出古老的符文。什么？我全知全能的能力告诉我，兽人部落和精灵族王4阶以上的强者全死了，这不可能。但我的能力从未失手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现在的安息之城没有人会飞啊！米露前段时间因为希尔多的事而自责，出门历练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对了，思思，你之前是不是存了很多你米露阿姨的飞行魔法水晶球？有呀，你看有这么多呢。太好了，快带上我，用这些水晶球，我们去光明圣城找你爸爸，出大事了，快！真的吗？太好啦，终于可以出去玩了，还能看到爸爸。嘻嘻，黄铜叔叔，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此处土质需以3分翻土术力道，混合1分蕴养之意，方可激发深层地力，而非仅仅翻动表层。休斯，你的圣光过于霸道，需再柔和7分。安格大人，这蕴养之意实在难以把握。怎么了？您自己回头看就知道了。爸爸，救命啊！要撞上了！思思，爸爸，吓死思思了！飞了好久，水晶球都快用完了。还不等樊思思说正事，黄铜之书就嗖的飞了出来。大事不好了，安格、休斯，出天大的事了！黄铜之书，何事如此惊慌？我的全知全能告诉我，兽人族、精灵族，包括其他几位首领，他们族内所有4阶以上的高手，就在不久前几乎在同一时间被神秘力量截杀，灵魂印记彻底消散了。什么？这不可能！黄铜之书，你确定没有看错？2大强族的高端战力同时被灭，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本大爷怎么可能看错？那股毁灭的波动，隔着万里都能感应到，绝对是针对性强者的屠杀。不行，兹事体大，我必须也要确认一番才是。光明指引，真相显现，大狱严肃，速影寻踪。狄秋斯，安格，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背叛本座，与你为伍的下场。这份礼物你喜欢吗？对了，再给你看个你最想看的。狄秋斯，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我要你亲眼看着你在意的一切是如何在你面前毁灭殆尽的。
狄秋斯，你找死！思思就拜托你了，我现在就去风之国。安格大人，冷静，这明显是狄秋斯设下的陷阱。他以女帝陛下为饵，就是要引你前去。此刻他吞噬了8大首领的力量，实力暴涨，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你。贸然前往，太危险了。陷阱那又如何？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是炼狱火海，只要舒亚在那里，我就必须去。安格，休斯说的对，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本大爷刚刚不惜损耗本源，强行窥探了狄秋斯那混蛋的状态。他借助吞噬8大首领的本源和那座帝都凝聚的绝望与恐惧，已经触碰到了那道门槛。什么门槛？